周一早上8點50分，江寧拎着冰美式，踩着10厘米的高跟鞋，杀气腾腾地衝進了盛世傳媒的大樓。他剛失戀了，準確地說，是他的網戀對象翻車了。對方叫小奶狗想開了，頭像是個粉紅色的肉墊，聲音聽起來又軟又糯。結果昨晚連麥，對方不小心點到了攝像頭，屏幕裡露出的不是軟萌少年，而是一截穿着高貴冷豔真絲睡袍，甚至還帶着百達翡麗名表的成熟男人的脖子。更驚悚的是，那脖子上的喉結，江寧化成灰都認識。那是他那冷血毒舌、號稱女性絕緣體的上司陸時申。江秘書，早。冰冷的聲音在身後響起，江寧渾身一僵，機械地轉過頭，看着眼前西裝筆挺、眉目深邃的男人。陸時申，盛世傳媒 CEO。傳聞他有3不：不近女色，不講情面，不吃路邊攤。公司上下私下裡都傳瘋了，說陸總之所以30歲還沒女朋友，是因為他是個彎的。陸總早。江寧強撐笑容，目光不自覺地往他手腕上飄，那是昨晚視頻裡出現過的表。陸時申察覺到他的視線，眉頭微蹙，聲音低沉了幾分。昨晚沒睡好，黑眼圈都快掉到下巴上了。江寧心虛地縮了縮脖子，當然沒睡好。他昨晚連夜註銷了那個叫絕世小甜心的賬號，並順手舉報了小奶狗想開了，涉嫌色情誘導。雖然他只是露了個喉結。江寧坐在工位上，開始重新梳理邏輯。陸時申是小奶狗，邏輯不同。陸時申在公司號稱人肉碎紙機，誰家的小奶狗長着一張要把員工送去西伯利亞種土豆的臉？那個手錶是怎麼回事？可能是同款。那睡袍呢？可能是審美趨同。但最重要的一點，全公司都知道陸時申喜歡男人。半年前，江寧親眼看到陸時申在辦公室裡貼心地給他的男助理林森整理領帶，眼神那叫一個含情脈脈。其實是林森把咖啡灑在了領帶上，陸時申在嫌棄地擦拭。於是江寧悟了。哦，江寧猛地拍了一下大腿。我知道了，他肯定是用变聲器和軟萌頭像在網上騙純情少女，用來掩蓋他喜歡男人的事實。或者是他在拿我當戀愛練習生，為了以後追男人做準備。邏輯閉環，完美。下午，陸時申把江寧叫進了辦公室。江秘書，把這份策劃案改了。陸時申把文件夾推過去，修長的手指敲擊着桌面，突然冷不丁問了句：你最近在玩什麼社交軟件嗎？江寧手一抖，策劃案險些糊在陸時申臉上。沒啊，我一心撲在工作上，工作就是我的戀人，公司就是我的家。陸時申冷笑一聲，打開手機，調出一個截圖。那這個絕世小甜心，為什麼跟你公司的報銷賬號是同一個郵箱？江寧感覺雷聲滾滾，他忘了，為了圖方便，他所有的賬號都掛在了那個萬能的老郵箱。陸時申站起身，一步步逼近，眼神裡帶着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戲謔。昨晚舉報我色情誘導，江秘書，我只是露了個喉結，你的思想是不是太活躍了歪的點？江寧退到牆角，破罐子破摔。陸總，既然你都摊牌了，我也直說了，雖然你喜歡男人，但這不代表你可以隨便玩弄我們純情少女的感情。你用小奶狗這種身份招搖撞騙，良心不痛嗎？陸時申愣住了，辦公室裡的空氣凝固了3秒。你說我喜歡男人？
陸時深的聲音仿佛從牙縫裡擠出來的。难道不是嗎？江寧梗着脖子。你对林助理關懷備至，你家裡全是健身雜誌，你甚至從來不看任何女藝人一眼。最重要的是，你那個小奶狗的號分明就是在排練怎麼撒嬌。陸時深突然笑了，他單手撐在江寧耳邊的牆上，這姿勢標準的像偶像劇裡的壁咚。江寧，你是不是腦子裡裝了太多短視頻腳本？他掏出手機，點開另一個界面。第一，林森是我親表弟，他媽讓我照看他。第二，健身雜誌是為了練腹肌，不是為了看男人。第三，陸時深的聲音低了下去，帶着一種危險的磁性。那個號是我為了調研年輕女性消費心理開的，但我發現有個叫絕世小甜心的粉絲每天給我發親親抱抱舉高高，還說要把我這隻小奶狗關進小黑屋。江寧的臉瞬間漲成了豬肝色。哼，我本來想直接拉黑，但後來發現這個甜心吐槽文案跟我白天罵你的話一模一樣。陸時深挑眉，陸時深那個老處男肯定是因為性格太變態才找不到女朋友。這句話是你說的吧？江寧想原地消失，或者去馬里亞納海溝潛水。所以，江寧顫巍巍地開口：“你不是 gay？ 我是不是？你試一下不就知道了。”陸時深突然低頭，在那層薄薄的空氣感中，兩人的呼吸纏繞在一起。江寧腦回路再次跑偏。等等，邏輯還是不對。既然你不是 gay， 那你為什麼要回我那些親親抱抱的消息，還叫我寶貝？陸時深僵了一下，神色極不自然地轉過頭去。調研需要。騙人！調研需要發寶貝快睡覺，夢裡有我這種話嗎？陸時深沉默了片刻，終於自暴自棄般的低吼道：“因為我早就知道是你。江寧，你以為誰都能進我的私人列表嗎？你面試那天把簡歷甩到我臉上的時候，我就在想，這女人膽子這麼大，不去當我的小奶狗可惜了。”江寧瞪大了眼睛，原來真正的翻車現場從面試那天就開始了。後來全公司都知道陸總脫單了，對象是他的秘書江寧。某次團建，大家玩真心話大冒險，有人問陸總，當初是怎麼追到江秘書的？陸時深優雅地喝了口紅酒，淡淡地說，靠演技，先偽裝成他喜歡的類型，再被他抓包，最後利用他的愧疚心和邏輯漏洞，成功上類。江寧在一旁磨牙，那你現在還裝小奶狗嗎？